春节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表扬了射雕，我的爸爸呢一直在保护我哈。然后这2天，批评了一下哪吒，我爸爸又开始来保护我了。看来抖音对我是真爱呀，谢谢哦。今天我就来细说一下，在射雕里面独属于中国人的叙述方式以及语言留白。我是草原大汗的女儿，你要去的地方我不能跟着，你要做的事我也无法参与。这段话我听到了什么？如果我华珍不是草原大汗的女儿，如果我不需要去选择政治立场，那么我也会跟随你回到中原，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保护南宋。也许我们的世界就像草原上的一粒沙，一阵风就吹散了。我真的好遗憾啊！曾经我以为我跟你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会是这样的结局。我也想去中原看看，但是就看缘分了。我好想等以后这个世界没有战争了，我也能去中原找你。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华珍短短几句话，没有说一句不舍，但句句都是不舍，道尽了世事的无奈与遗憾。华珍，会有那么一天的。郭靖喊的第一句华珍是对华珍的安慰，我相信总有世界和平的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华珍，华珍。而这一句的华珍满是担忧和不舍，此生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相见，唯有一句保重，能够道明郭靖的心意。是啊，这是郭靖从小玩到大的玩伴，是妹妹，是亲人啊，怎么能够舍得这一生再也不见呢？郭靖的2句华珍没有一句不舍，可是处处都透着不舍。那华珍又怎会不懂不知呢？这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叙述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委婉的，是含蓄的，但却浓烈又植入人心的。我可以句句不提爱，可是句句都是爱，这不比一句我爱你我想你更令人动容吗？中国式叙述的语言留白让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让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回味。如今爽剧当道啊，青少年们都是从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孩子，似乎已经沉不下心来去细细体味一段优美留白的文字，我只能体会那些简单的粗暴的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呢？可能各有各的说法，但我始终相信中华文化能够延绵上下5000年不绝，是有它的魅力在的，是有它的智慧在的。当然身处在这个时代的大染缸里面，谁能不受影响呢？我只是希望说，当我们在能够欣赏得了爽剧的同时，去读一部经典，去感受老祖宗的智慧与魅力。进可攻退可守啊，既然凡事都没有绝对，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应该是兼柔并济的，应该是2手一起抓呀。浮生无量。电影好不好看票房就知道了，黑子们都这样讲，你认同吗？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票房不高的电影就一定是烂电影啊，票房高的电影就一定是好电影，好电影票房一定不会差。这种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的论断，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不就是西方国家推崇的思想吗？这跟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是阴阳相生，有无相长，否极泰来，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咱们跪舔了几十年的西方文化，现在还要跪着舔吗？就拿电影票房与电影的好坏之间的关系来举例，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而这些黑子呢，要么就是真的没看过，要么就是假装看不到啊。2023年以34.6亿拿下当年票房总冠军的《热辣滚烫》，在上映之后口碑以及评分双双滑铁卢，网上可谓是骂声一片啊。所以高票房就一定等于好电影吗？再比如说陈耳导演当年拍摄的《无名》，当时在上映的时候被黑得多惨啊，也是没有排片，也是恶评不断。可最终呢，《无名》获得了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剪辑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奖等多个奖项。而金鸡奖又被称为专家奖，是中国大陆电影界最权威、最专业的电影奖项之一，含金量非常的高，与华表奖、百花奖并称为中国电影三大奖。而无名的票房在2023年春节档可谓说是垫底的存在，但不影响它成为一部优秀的电影。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以及内涵的一个问题了，电影的票房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呢？我不是专业人士哈，所以呢，接下来有请 DeepSeek 帮我们来解惑。首先，在《射雕英雄传》上映之前，央妈以及各大主流媒体都争相去报道射雕，为他证明。而真正带着脑子去刷射雕的这波观众哈，那基本上都是赞不绝口啊，3刷、4刷、5刷。由此可得，《射雕英雄传》绝对是一部好电影。而作为票房冠军的哪吒，他也是因为突破了100个亿之后，想要去冲击世界性的票房排行榜，然后央妈才出来给他站台。可见央妈她是不随便去推荐作品的，所以央妈严选，主流媒体推荐，等于是优秀的电影，这一点上来说没有什么好争议吧。那为什么射雕还会出现票房不理想的一个情况？ DeepSeek 也是给到我们答案了。第一点，故事是否切合当前的社会热点和趋势。第二点 ，IMAX 等等特效厅的吸引力。第三，影院的排片数量以及时间段直接影响到票房。第四，观众的评价以及影评人的评价会影响后续入人的决策。所以射雕的票房为什么偏低，那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呀。首先呢，从题材上来讲，射雕它不属于绝大部分现在的主流消费者，00后、90后，包括一些小朋友们，他们所喜欢和熟悉的题材，他们不会主动的选择走进电影院去观看射雕的，是需要有人去带动的。这一次射雕在春节档期间整个被资本围剿，铺天盖地的黑屏，也是直接影响到像90后、00后以及一些路人观影决策。而特效厅的缺失也是直接影响着《射雕英雄传》的观感以及评价，形成恶性循环。而影院呢极少的排片数量以及射雕排片的这种垃圾时间段也是直接给到票房重重一击。由此导致了原本在预售阶段排名第一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却在春节档开局的时候一路落后于其他影片。所以只要你不是武侠迷你基本上在春节档的前期你是不可能去到电影院观看《射雕英雄传》的。很多的路人观众他们在春节档只会选择一部电影去看的，那么他一直在观望，等到哪部电影票房高、评价好的时候，他们才去选择哪部电影。因为你前几日票房也低，对吧？整个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黑屏，导致《射雕英雄传》在整个春节档是不被所有的路人所看好的。但是呢，哪怕是种种困难这也不妨碍《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成为历来武侠片里面目前票房是最高者，非常的争气啊。那究竟什么是好的电影呢？我又要请出 DeepSeek 帮我们来解答一下请问这里面有哪一项是跟票房直接相关的呢？LED 厅，我来啦！我全程都是挖着看完的，大家如果有条件一定要看大厅，如果有
，City 的 LED 厅一定要看 LED 厅，真的，射雕，绝，圆满。我看了6遍射雕了，然后呢，终于是看到了LED 厅，有一种圆满的感觉，但是又还觉得不够。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几天你不去看射雕，好像就很想回到电影院去回味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在呢，射雕它延长到3月31号啊，那还有时间可以去多看几遍。我今天特别想聊一聊，在射雕里面能够让我看6遍依然潸然泪下，也是黑字啊，黑的最多的话题就是爱情。黄蓉没有选择在蒙古大本营跟郭靖相认，而是呢选择离开蒙古大本营之后回到中原，默默的等待郭靖他那个熟悉的靖哥哥的归来。因为黄蓉懂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浪漫。而当郭靖呢踏遍天涯海角，也要寻得黄蓉。黄蓉也是一路跟随着郭靖，给他留下来的象征承诺与爱情的风车，一路追随着郭靖。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认定了彼此就是可以相伴终生的爱人。他们重逢在那个雨夜，江湖再大，再也不会走散了。从此再无任何的事情可以将他们俩分开，这是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好的诠释。而当最后郭靖问黄蓉你要不要回桃花岛，因为那里没有战争，而此时黄蓉没有回答郭靖，只是问了他一句那你呢？当黄蓉得知郭靖要留守襄阳的时候，那黄蓉也是选择放弃了桃花岛岛主女儿的身份，决定跟随着郭靖留守襄阳，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开。正所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正所谓山无人，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黄蓉做到了。每每想到这里啊，就不禁湿了眼眶。郭靖的父亲郭啸天因为守护宋国而死，而郭靖的母亲李萍呢，因为守护其父亲郭啸天的遗志而自杀。郭靖与黄蓉共育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郭芙、郭襄、郭破虏。而扶香破虏呢，就是守护襄阳，打败敌人的意思。最终呢，郭靖与黄蓉夫妇与其儿子郭破虏呢，在襄阳城不成之日以身殉国。郭大侠这一生呢，可谓是伟大又凄凉啊。奋力抗争了一生呢，也最终未能保住宋国，但却守护了一代人几10年的安稳生活。3代人战死沙场啊，最后只留得一对女儿，但他却拥有这世界上最刻骨铭心的爱情。因为黄蓉的出现，郭靖练得一身高强的本领，得以呢完成父亲的遗志，保护南宋。因为有了黄蓉的相伴，郭靖呢留守襄阳城，不再形单影只，多了一份温馨与浪漫。因为黄蓉的不离不弃，郭大侠悲壮一生的底色上面生出了五彩斑斓的花。感谢黄蓉，让郭靖成为真正的郭大侠，更要感谢黄蓉，让郭靖成为了靖哥哥。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样的爱情，白头偕老。我现在很纠结啊，要不要去看一下哪吒啊？我整个春节档到现在为止只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射雕，看了6遍，然后其他都没有看过。因为我之前发过视频说，我除了爱国主义教育片以外，包括世界和平的这些片子以外，我会走进电影院，其他的我一概不看。可是现在哪吒的这个风向有点变化啊，它现在是代表中国动漫、中国文化的一个输出啊，要去冲击世界性的这个排行榜。那我这个要看吗，家人们？我看了不算违背我的承诺吧？大家都看了哪吒了吗？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很多的朋友都劝我说哪吒不要去看，我就很好奇，这140多亿的票房究竟谁在看？我就没听劝哈，我就看了。这是我的电影票，我看了是个3D 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部电影有问题啊？他们都在笑，我全场我都笑不出来，全场都是打打杀杀，打得我脑门子疼。里面有一些很恶俗的镜头，
他们觉得很好笑，我是觉得很恶俗的。比如说像哪吒，他把师姐的裙子给踩掉了，尿尿的那个事情，我真的觉得这个梗让我觉得很恶心。还有就是什么，太乙真人他是哪吒的老师啊，他是12金仙呐，怎么在这部剧的形象里面满嘴油腻，吃的东西喷了哪吒一脸，然后哪吒呢也不是很尊重他的老师，好像很瞧不起他的老师。这是学生跟老师之间应该有的这种关系吗？大家不觉得这种东西很奇怪吗？最可恶的是那个龙，我第一部在电视上看了很多遍，我其实还是蛮喜欢第一部的。那个时候我是觉得龙虽然他不是什么很正派的角色，但是也不算一个坏的角色吧。怎么到这一部里面这个龙变成了坏的邪恶的龙？恶龙是西方的价值观，绝对不是中国的价值观。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啊，怎么这部电视里面的龙变成坏的龙了，变成恶龙了？而且让我最匪夷所思的是那个龙后面变成的那个形象幻化成人的形象，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后来我看到网络上有评论，他们说是王者荣耀里面的人物形象。我是一个完全不玩游戏的人哦，然后我还特意的去搜索了一下王者荣耀游戏里面的人物形象，比哪吒跟里面的那些形象真的太像了。天哪，这不就是妥妥二次元吗？我一个中国的龙最后幻化成人形变成了一个二次元，而这个二次元的文化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日本啊。所以这个想表达什么东西啊？我实在有点匪夷所思。我一个堂堂的中国的龙，我最后幻化成了一个代表日本文化形象的二次元的形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我想多了。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现在他还要代表中国的电影去冲击世界性排行榜，大家赶紧停下来吧，不要再去冲了，不要再去冲票房了，真的，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最后不要变成一场全世界的笑话呀！这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去输出吗？我打个问号啊！这到底是谁审核的呀？谁在宣传这个片子呀？背后到底是谁呀？这对于中国孩子的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得扭曲到什么程度啊？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什么结局？小朋友天天都是满嘴的屁话脏话，网络上充斥的就是反装，二次元的反装，还有什么卡抽卡，小朋友都去抽卡去了。而且我问过我姑娘，她说她不喜欢哪吒，她说哪吒太暴躁了，所以一个以哪吒为主题的电影竟然让孩子们喜欢不了哪吒，是不是得反思一下？我们作为家长真的要提高警惕哈，这种文化的这种洗礼洗脑真的很可怕，我坚决反对哪吒。今天我来剖析一下让无数的观众为之动容的郭靖与黄蓉相逢雨夜的那场戏。从刚开始没有任何回应的失落，到看见对面那道闪电的不可思议，并带着些许的不确定，到第二道、第三道闪电的出现，郭靖确定就是他的蓉儿的欣喜若狂，不需要一个字，却已胜过千言万语。两人重逢在电闪雷鸣的雨夜，而不是开满桃花的浪漫桃花岛，也是对当时混乱时局的映射，同时也寓意着郭靖与黄蓉的爱情绝不是浪漫的儿女情长，而是惊天动地的悲壮。蓉儿，
你怎么躲这么久才出来？我一直在等我认识的那个金哥哥。郭靖用了一个巧妙的躲字，暗喻着桓荣的调皮以及对蓉儿的宠爱，而这么久这3个字就已经把郭靖对桓荣的无限思念展示得淋漓尽致。而桓荣的回答更是巧妙啊，我没有躲，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啊，是你离开了我去到了蒙古，如果你不回来，就算我看走了眼信错了人，可如今你回来了，你依然是我出使的那一位，哪怕我武功不高，也要守护国家的了不起的靖哥哥，我没有看错你。都是我不好，之前误会了你。金哥哥，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拜过你。这一句，郭靖向桓荣解释了我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误会了你，而桓荣却用短短的2句话告诉了郭靖，离开你之后，我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与磨难，但是我知道你有苦衷，我始终相信你，我不怪你。这个江湖太大，我再也不会丢失你，再也不会丢失你了。郭靖告诉桓荣，这个江湖太大了，人太多了，世事太复杂了，而我太笨了，竟然把你给弄丢了。从此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我再也不想要经历与你分开的折磨了。你想找，江湖就很小。只要你想找我，只要你信念足够坚定，你一定能找得到我。如今你果然找到我了，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信任，我也明白了，在你心中我的分量从此不再分离。不需要说我爱你，也不需要一个吻，仅仅是一个深情的拥抱，就足以表达一切的爱与思念。这又是多少人心中所艳羡的爱情啊！哎呀，说的我又很想再去看《射雕》了。明天周末了，我得再去看一次。桓荣是恋爱脑，怎么可能？桓荣她是真正的女侠呀！我在想，如果没有郭靖呢？那桓荣哪怕是只身一人，我相信她依然会走上那条护国救民之路。郭靖初识桓荣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疑惑，你是桃花岛岛主的女儿，你爸爸让你过太平的日子，而你呢却偷跑出来看江湖厮杀，祭奠失去生命的江湖人士。而桓荣却斩钉截铁地告诉郭靖，我跟我的父亲是不一样的，我爹想躲在桃花岛过太平日子，远离战事，而我不一样，我关心世事，我关心江湖，我关心受苦受难的百姓，我想尽我所能为世人做一点事情，哪怕是为逝去生命的江湖人士点一支上元香。从故事的开头就已然可以看出来桓荣心中的那一股侠女之气。桓荣问郭靖，你为什么习武啊？郭靖回答说，我学艺不精，师傅们都觉得我很难教，但是即便如此，我武功不高强，我仍然想要守护家园。此时桓荣的眼神当中充满了对郭靖的崇拜，可谓是英雄惜英雄啊！这也促使了桓荣要帮助郭靖练得绝世武功的决心，也才有了后来桓荣求洪七公传授降龙18掌给郭靖。转眼到了蒙古大营，郭靖请丐帮解五木遗书对阵图，而实际上却是桓荣在背后协助。当时五木遗书一直是在郭靖身上，而桓荣在听到郭靖阐述五木遗书阵法的同时，已经能够把对阵图给画出来了。从这里呢，我们不难推断，桓荣在认识郭靖之前，其实已经研究透了五木遗书。那桓荣研究五木遗书的目的，当然也不难猜出啊，希望有一天能够带兵杀敌，抵抗金庭，守护南宋。当蒙古大军兵临城下之时，郭靖呢只身去往了对方的阵营，而独留桓荣一个人在城墙。当桓荣看到宋兵出城迎敌的时候，桓荣动感不妙。此时郭靖未能归来，桓荣知道这个时候只能靠他自己了，而桓荣呢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挟持着李大人，然后呢对出城的官兵说此时不能够迎战，因为桓荣深知宋兵出城迎战一定会被蒙古大军把队形冲散，那城内毕竟是防守空虚一旦蒙古大军打过来，那必将瞬间溃不成军。而从来没有打过一天仗的桓荣，他都看出来了这里面的军事门道。他作为守城的将领，李大人
却看不出来。一方面是反映了宋朝官兵的昏庸无能，同时也印证了黄蓉他之前研究过兵法，对军事这一方面深谙其道。黄蓉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身份，他也想守卫南宋，只是他在静待时机。而到最后呢，郭靖问黄蓉，桃花岛没有战争，你要回去吗？而黄蓉呢，只是反问他一句，那你呢？黄蓉在等待他的靖哥哥的回答，你究竟会是像我认识的靖哥哥那样留守襄阳，守护南宋，还是当一只缩头乌龟，当一个逃兵呢，回到桃花岛去过快活的日子呢？最终呢，郭靖没有让他的蓉儿失望了，他依然是蓉儿心目当中了不起的郭大侠。这也是黄蓉对于郭靖最后的考验。我在想，如果郭靖当时选择了桃花岛呢，那黄蓉又会作何选择？我相信他一定会像他心目中的郭大侠一样，留守襄阳，守护南宋，成为一代女侠。为什么我从来都不买奢侈品，我只买国货？我很简单，我想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支持我的祖国，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这个文化上，还是在这个舆论的战场上，咱们能做一点是一点。今天凌晨的时候，加沙地区在老美的受益之下，对吧，又遭到了空前的规模巨大的空袭，已经导致了有300多位民众死亡了，而其中呢，一半以上都是儿童，可以说叫做种族灭绝也不为过。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中国当年的惨境，可以说比加沙现在要惨个10倍20倍都不止。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安稳生活，是先辈们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换来的。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一位又一位功勋卓绝的战士，在军事上，在科技上，在农业上，几十年如一日艰苦的奋斗，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我们的导弹之父钱学森，因为有了他们，我们中国开始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可是任重而道远啊，中国还远远没有站在世界之巅，西方的列强依然对于我国是虎视眈眈，他见不得我们中国这条巨龙苏醒。你看，在军事上面，在祖国的周边，什么时候安宁过？南有菲律宾、澳大利亚频频侵犯我国中国的南海。2020年中印边境的冲突导致我们4位戍边战士以身殉国，就连我们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宝岛，也是在老美不断的鼓动之下，那么多的台独势力与中国大陆进行对抗，这个世界一直都不太平，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其实也一直都不太平，是我们的戍边战士啊，用鲜血，用生命，用他们的身体将这些豺狼虎豹挡在了国门之外，我们才能够生活得如此安稳。这还只是看得见的战争，那些看不见的战争呢？所谓的生物战、文化战，包括当年的新冠，谁又能够否认它就是一场妥妥的明目张胆的生物战呢？一旦生物战全面爆发，我们防不胜防，这将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以及国民的身体造成双重的打击。还有最可怕的文化战，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其他的我就不多讲，所谓的现在娘炮文化也好，还有这些所谓的慢脚文化也好，它正在一步一步摧残中国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最终令他们彻底的丧失斗志，彻底的躺平。这种文化战在我看来不亚于鸦片战争的危害啊！以史为镜啊，可以知兴替。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可以令西方国家敬畏的这么一个地步。所以咱们作为中国的下一代，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的和祖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国家兴亡啊，匹夫有责，一定要勿忘历史，牢记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刷了5遍《射雕英雄传》，去了4个厅，一个普通厅，一个杜比厅，一个 C 厅的普通厅，还有2次的4D 厅。杜比厅的环绕音效超绝呀，它甚至可以让你非常清晰的听到西毒欧阳锋他讲话时候那种混音效果。
天哪，直冲你的天灵盖。C 厅的这个普通厅，它的画面非常的美丽，可以很好的展现徐老先生这种镜头美学。当然，跟 LED 厅肯定是没得比的。那 4D 就不用多说哈，身临其境去体验射雕的这种场景。我本来劝说自己，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吧，看不到 LED 厅，那就留有遗憾吧，无所谓啊。可是你们在网络上告诉我 LED 厅的这个射雕是这样的天哪，这个遗憾不能留啊！因为你错过了这一次《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你以后再想要看到类似于徐克导演这种镜头美学，你在大荧幕上看不到了呀。可惜啊，广州它没有 LED 厅，所以呢，我就去搜索了一下广州周边的城市究竟哪里有 LED 厅，果真让我找到了，在深圳宝安区有一家中影。它有 LED 厅，而且它有射雕的排片，星期五有2场，然后呢星期天有1场，可是星期天的那一场已经满座了，所以我就果断买了星期五下午的那一场，去圆我射雕的梦啊！距离不是问题，小5个小时的车程直接拿下。时间也不是问题，星期五嘛，我女儿上学已经给她请好假了，带她出去看射雕。小朋友啊，小时候吃好一点，等她长大了之后，她就能够自己分辨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了。其实这不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吗？当我们活到7老80，回顾我们这一生的时候，真正我们能为之去努力拼搏，竭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的人和事，实际上是屈指可数的。你做错多少事情不重要，走错多少路也不重要，受过多少的挫折也不重要，错过了多少人，做过了多少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尽情的享受生活，竭尽全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当我们回顾这一生，可以很满足的告诉自己，此生不留遗憾了，那便是圆满。